今天我要用地瓜做一道家乡味的糕点，突然很想吃，可是台湾买不到，所以打电话问了我妈妈。做了这几次之后呢，我把它的步骤简单化，然后呢，现在来跟大家分享。嗨，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Kissing Wong TV， 我是 Kissing 巴拉妈。大家好，我是小元宝。这两个兔兔很可爱的话，就订阅吧。那现在我们就赶快来用地瓜做这道糕点吧。地瓜准备的分量是1斤，就是600克。先在开水把地瓜身上的泥沙洗干净。因为是做糕点，所以我就挑比较大颗的地瓜。如果是平常要做地瓜饭或者地瓜粥，我就选比较小颗，因为一次分量就用一小颗就够了。这样一大颗，我们全家人如果地瓜饭的话吃不完。那今天是因为做糕点，我选比较大颗的。先把地瓜的皮削掉。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我的频道，我的频道主要是分享素食料理、家常菜的食谱。如果你对这些内容感兴趣，欢迎订阅我的频道，一定要记得打开旁边的小铃铛，这样就不会错过我的素食家常菜料理新食谱了。我每次就是喜欢先洗过它的泥沙，再来削，这样子地瓜你们看削起来就很干净。还有呢，地瓜选的时候呢，不要选其他颜色的，像有黄色啊、紫色啊，要选这种橘色的地瓜，做这个甜甜圈才会好吃。缝隙的地方，等下切开来再来削，可以了。刚刚说缝隙削不到，所以我会这样切开来再来削，这样子就很好削得掉了。这个也是另一边的 ，OK 了。现在把地瓜切薄片。以前呢，我们都住在乡下，我大概3年级以前都是住在乡下。乡下呢有很多马来人，邻居都是马来人，然后也有印度人。我妈妈说我小时候还会讲印度话，因为跟印度的小朋友玩在一起。那所以这道糕点呢，是我妈妈跟隔壁的邻居马来人学的，所以现在呢就来跟大家分享。但我有改一点点，就是我妈妈是拿来水煮，但是我觉得水煮好麻烦，还要顾火，所以呢我打算拿来用蒸的。用这种有洞的容器来装地瓜，因为这样在蒸的时候呢，它的水分就可以流掉，不要那么多糖分，就是要把它的糖分流失掉。他们用水煮的道理就是想要把那个糖分煮掉。那我试了，我觉得其实差不多，用这样子蒸的方式也是可以的。现在就拿去蒸。现在放上蒸架，倒入半锅的水，盖上盖子，把水煮滚。水滚了，可以放下来。现在很烫，所以要赶快盖上盖子，计时10分钟。时间到了，把它取出来。现在很烫，要小心。现在蒸熟了，放到一个碗里面。要把它压成泥，你看很好压，因为切得很薄。今天我要做的糕点呢，是马来人的甜甜圈，叫做 Kuih Keria。像我呢，就是马来西亚的华人。那这个糕点呢，你来马六甲旅行呢，一定要买哦，是必吃的一个糕点。那在妈妈档呢，卖很多这种Kuih Keria。妈妈档在台湾应该可以解释成是台湾的小吃店。以前我在马来西亚读中学的时候呢，是坐 bus 回家的 ，bus 就是台湾叫公车。然后下站之后呢，那里有一棵大树，那大树下那里就有妈妈档，就有马来人在炸香蕉啊、炸木薯糕、炸面包果。那也是有卖这个甜甜圈Kuih Keria。以前我记得我买是3个1块钱马币，
现在不知道多少钱了，太久没回去，不知道现在卖多少钱了。所以我很怀念吃这个龟格列尔，就是马来人的甜甜圈。现在压成泥了，先让它放凉，就是要像这样子把它摊开来放凉，给它冷却。现在我们先来称粉的重量，现在来称120克的中筋面粉。太多了，可以20克的再来米粉。再来米粉在马来西亚叫做粘米粉。现在把粉类拌匀，已经拌匀了。那现在就是等这个地瓜变冷了之后再来操作。地瓜冷了，现在把它放进来，先放一半。把它搓成团，大概拌匀之后，现在再把另外一半放进来，这样子分批放比较好搅动，比较好搓匀。就是这样子把它拨上来，压下去。地瓜有湿度，所以就不用加水，跟上次做那个南瓜果是一样的道理。我已经搓成团了，我都没有加一滴水，所以那个地瓜的水分是足够的。然后呢，我的地瓜在搓的时候还可以看到有小小的颗粒状，我没有完全的压成泥状，还保有一点地瓜的口感。现在搓成团了，把它揉成一个光滑的面团。先不用加油，因为等一下在搓甜甜圈的时候呢，手还要沾油，这样子这个粉团就不会有太多的油脂。等一下这手沾油就有油了。现在可以先来弄成等份的大小，可以用称的。今天做小圈一点，差不多30克一球。称好的一团先放在旁边，然后这个大盆子里面的面团呢，用一个布给它盖着，免得会风干了。那现在准备一个碗，把油倒进来，手沾点油，然后来搓圆。搓圆之后，用一个手指头从中间按压下去，把它变成一个小小的甜甜圈。不用到非常的整齐，就是这样子随意的绕一绕，有一个洞就可以了。其实这个呢，你可以称30或是40克都可以。那我觉得30克，小小一颗的，很可爱这样。我来做一颗40克的，给大家看看，比较一下30克和40克不一样的大小。记得这个一定要盖起来，不然真的会风干。这是40克一团的，这是30克一团的。我们家因为有小朋友，所以呢我就做30克的，小小一个，他们这样子吃也比较方便。就看你们要选择做40克大一点的，还是30克都可以。锅内倒入油，准备来炸甜甜圈。锅边冒泡了，油热了，把甜甜圈放进来炸。我做了22个
先放8个进来炸，因为我锅子是小锅子炸。现在是中大火，慢慢的炸。不定时的这样翻面，才会均匀上色。你们看甜甜圈炸起来颜色金黄色的，很漂亮。炸成像这样有金黄色的、浅浅的，可以转大火，把它的油逼出来。它这时候大概几十秒，很快就变黑了。所以要注意这个油温，差不多可以了，关火取出。甜甜圈炸好了，刚刚一面炸就一面闻到以前在马来西亚吃的那种马来人甜甜圈的味道。现在呢，要来做糖霜，就是要炒，给它把糖炒成反沙，让它粘在这个甜甜圈上面。我已经开中小火了，现在放2汤匙的水，大约是30 cc， 白糖4汤匙，大约是60克。放下去要赶快炒。转中小火，把糖炒融化。炒融化之后呢，要慢慢把它炒成粘稠状。但我很喜欢用这种细胶铲，就是因为它锅边呢都可以这样子刮下来，刮得很干净。现在要注意了，它一直在冒泡泡了。快要好了，炒成像这个泡泡呢，它一直冒出很急促的时候，一直冒很急的时候，就可以放下来了。把甜甜圈放下来之后，就像这样子不停的拌炒，让每一颗甜甜圈都沾上刚刚炒的糖。现在看起来黏黏的没有关系，继续炒，等下它就会反沙变成糖霜了。马来人的甜甜圈就是这样，如果是西方国家的甜甜圈，它外面就是沾一层糖粉。有时候在台湾的菜市场也有看到有人卖甜甜圈，他问我要不要沾糖粉。慢慢的，你可以看到甜甜圈的表层有白白的一层了。还要继续不断的拌炒，这颗有慢慢变成白白了，有反沙了。现在看到白白的反沙之后呢，可以加1茶匙的面粉，这样子呢，可以让这个糖霜等一下冷掉之后不会再融化，炒成像这样就可以了。因为你们看这个甜甜圈上面已经有反沙的糖霜了，把它盛起来。哇，我已经闻到味道了，就是马来西亚马来人甜甜圈的那种味道。你们看看这个很扎实的一个甜甜圈，但也不是硬哦，它是松软的。很好吃，好像回到马来西亚一样。在马来西亚呢，吃这甜甜圈呢，就是要用手这样子吃。然后还要配一个kopi o， 就是下午茶了。好，给你吃一个。小圆的爱死它，可以吃了，哥哥。
今天的这个马来西亚马六甲必吃的 Kueh Keria 糕点就分享到这里。如果你喜欢这部影片，欢迎分享、按赞、订阅。我们下一道料理见，拜拜。拜拜。